次在床上拍 Coffee Tal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offee Talk。我今天喝的是摩卡咖啡，但是呢，我原本想要做出一个很漂亮奶泡。如果大家有看影片版YouTube 版的话呢，可以看到我的奶泡做失败了，后面就直接索性把可可粉盖在我的拿铁上面。它的风味还是一样很好喝啦。我在前几天收到我国小同学寄的明信片。那这个国小同学呢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关注对方的动态。我想也是因为我有在拍影片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他也透过我的影片不断的在关心我、支持我。他也常会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加油打气。这是我前几天收到的明信片。那其中他说：“新年快乐！在忙碌和各种未知当中，总觉得最好的祝福就是希望你能在生活中找到平静与自在。”并且更有意识拍拍努力的自己，和不完美的自己相处。2023年真的辛苦了。看看你分享的动态影片，真心相信2024会如你所愿。我收到这个明信片真的超级感动。那我2023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其实我在2023的时候经历2段低潮。那其中一个低潮是生涯规划、生涯方向的失落。然后其中呢是对于结果未能如我所愿的那样子的失落感，对于未来的彷徨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感情的分离、离别、失去。这2件事情在我的2023年占据非常大的一部分。那也让我经历了各种低潮、各种失落、各种难过、恐惧、各种情绪涌现。那在2023年呢，我觉得它应该是我24、25年人生中最精彩，但是却糟糕的一年。如果时间重来呢，我希望我不要再经历2023所经历的一切了，真的是太恐怖。好，那在这一集的重点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低潮过后现在回来了，然后在这段时间呢，我做了哪些事情，然后我有哪些启发。这段时间呢，我除了发泄情绪之外呢，还有使用到之前所提到的情绪复原工具箱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其实有建立一些新的习惯。我把这个习惯呢分为一天的2个时段。第一个时段是起床后的黄金10分钟，第二个时段是睡前的黄金10分钟。起床后的黄金10分钟呢，我做了瑜伽，做了冥想。其实做瑜伽这件事情呢，我已经维持好几年了，从我大学的时候开始。我没有上过专业的瑜伽课程，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去报名运动中心的瑜伽课，皮拉提斯啊，或是瑜伽舒展课程。然后我报名之后呢，大概学了一些基本的体位，例如说下犬式、猫牛式、婴儿式等等的。然后大概知道怎样子的动作是比较标准的，抓到一点诀窍之后呢，我接着就是自己在 YouTube 上面看影片做瑜伽，然后真的开始执行建立做瑜伽的习惯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。那时候应该也是年初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被迫搬回家。搬回家之后呢，就过着每天日复一日待在家里不能出门的日子。在那个时候我就很焦虑，这样子的生活会到什么时候？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出门嘛。然后在焦虑的过程中呢，我就开始做了瑜伽练习，然后还有冥想。我觉得现在 YouTube 非常方便，就你只要对这件事情有兴趣，你搜寻，你一定搜寻得到答案。那我在那时候，我的瑜伽还有冥想练习都是在 YouTube 上面，随着 YouTuber 的引导，然后慢慢的练习做瑜伽，慢慢的练习正念冥想。如果大家想要练习冥想的话，但是你却是一个初学者，你还没有办法自己坐在那边静静的冥想，那你可以搜寻 guided meditation 冥想引导，你搜寻中文英文应该都可以搜得到。点开这个影片，然后你就跟着这个影片大概10分钟好了，你就坐在床上，坐在地上，或者是躺着，你就用你最舒服的方式，然后听这个影片，它会给你现在要深呼吸，要吐气，然后你的身体的每一个感官放松，然后就慢慢的渐入佳境。
瑜伽冥想是我在起床后黄金10分钟会做的事情。那睡前的黄金10分钟呢，我会在洗澡后吹完头发，然后开始写感恩日记。那如果大家有看我12月的 vlog， 应该可以看到我去书店买日记本。那我在12月开始呢，就建立了写感恩日记的习惯。那我就每天坐在书桌前，然后花10分钟去反思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感恩日志的内容可以很简单，你可以是条列式的列出你今天一件让你感到很开心的事情，让你感到很感谢的事情。例如说，谢谢家人今天早上帮我洗水果放在餐桌上，让我起床后就有水果可以吃。或者是谢谢今天的好天气，让我可以开心出门玩。谢谢我的指导教授谁谁谁花时间帮我看我的论文，并且给我建议。再来，如果你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，你就感谢你自己啊！谢谢我今天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呢，专注在工作上面，或是专注在学习上面。这些都可以是感恩日记的内容。分享完这些呢，我想要再分享3个关键字。第一个关键字就是 mindfulness 正念，第二个关键字是 consciousness 意识，再来是 awareness 觉知。那我觉得这3个字它有一点类似，所以我尽量把它翻成对应的中文。在这一集 Coffee Talk 之前呢，我大概花了一点时间把这3个关键字打成笔记。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这3个关键字好好的传达给你们。好，那我就大概来念一下哦。第一个正念呢，是专注在当下，意识到自己当下的情绪、情感，还有你身体感受的能力。在日常生活中呢，正念可以帮助你保持你对于当下的关注，减少你的分心。例如说，在进行瑜伽还有冥想的时候呢，你专注于自己身体的呼吸，然后专注于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感受，或是专注于当下你感受到的气温、感受到的气味。再来是意识 consciousness， 意识它是指对周围世界还有你内在感受的觉察，或是包括你对外界的刺激啊。那外界的刺激，例如说听觉上面的刺激，或是视觉的刺激，还有内在感受的情绪、思考等等的。那这些意识呢，可以让你去体验周围的环境，还有同时你自己的内在状态。好，那最后的觉知呢 awareness， 它跟意识我觉得是有一点雷同。那如果说冰山下看不到的那个地方是意识的话，那我觉得觉知应该是更深层的部分。它比起意识呢，它是更深层的去挖掘。那包括我刚刚说的写感恩日记，其实你在写感恩日记的过程中呢，你同时是经历了第2次你当下你的情绪反应。所以当我在写谢谢我的家人为我准备水果，让我起床后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吃。我在写的时候，我又同时回去经历了这样子的喜悦的感受。所以当这个生活经验我把它写下来，就同时和我的情绪是有所联系的。所以呢，觉知它是可以透过深入的自我反思、自我探索，慢慢的去建立日常生活中外界还有你自己情感上面的联系。所以这3个元素，正念、意识、觉知呢，是我一直想要让它融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，然后我可以好好的放大我的感官，去放大一些喜悦、感恩的心情。好啦，所以以上呢，就是我在2023年的低潮过后，到现在慢慢回升正轨的阶段呢，我在回顾这一段时间我做了这些事情，然后这3个关键字也是我在低潮过后才慢慢的去省思，慢慢的去重视这3件事情。这些事情呢，都渐渐的让我从低潮中走出来。那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不知道正在收听 podcast 或者是正在看影片的大家有没有从低潮走出来的经验呢？那大家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如果大家想要分享，可以放在留言区哦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是把这一集内容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那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听什么样的 Coffee Talk 的内容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
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希望大家2024顺利，拜拜。